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年终总结环节了。就是小米的这个系列的频道的老传统了，每年到了年终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出一个年终总结的环节啊，也算是新老股东的感谢会啊。这年终总结一年比一年长，今年小米又感冒了，所以嗓子不太好啊，所以声音不太对，请大家见谅啊。那按照惯例呢，一上来呢又是我们的股东感谢大会啊，先来看我们的股东名单啊。今年的股东名单比以往更长了啊，这也是小米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首先看直播打赏，这边都是在直播间中打赏的这些小伙伴们啊，前面的就是打赏的数字越多啊，靠不靠前100位的，这里肯定不是全名单啊，原因还是那个原因，B 站每次都只能看6个月的这个名单啊，7到12个月的这个名单在这里啊，感谢所有在我的直播间中愿意给小米这个打赏的一些观众啊，你们的支持呢是我直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动力啊，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的名单啊，第二部分的名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B 站后台这边有一个叫做充电啊，充电的目前有2个档位，一个是这个30，一个是6元啊，但是很惭愧啊，30这个档位我之前考虑过出这个专属的充电视频，但是后来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啊，主要是我还是希望我的这个视频的受众更多啊，我不太想搞这种小范围的规模化的这种东西啊，但是我现在有考虑把一些跟游戏无关的视频，我在想要不要做成这种充电视频啊，来给，因为有很多小伙伴想听我去分享一些人生的经验、经历和一些收获和看法，比如说关于科研的，比如说关于一些女性的独立思考的等方面的这个，我在考虑这件事要不要这么做，但是还没有做决定啊。但是目前呢，现在这个30的这个的确没有一些专属的福利啊，我还很惭愧。但是有很多小伙伴还在支持我啊，目前还有很多的这个正在充电的一些小伙伴，有一些已经到期了，大概有100多条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6元的这个充电档位啊，6元的这个档位呢是我们会每个月最少发一次吧，发一次这个粉丝抽奖的这个回馈啊，尽可能的把我能拿到的一些激活码啊、礼品啊也好，能发给大家啊。我尽量的去多拿多找啊，但是有的时候找不到呢就没有办法啊，我尽可能的多去弄啊。这个名单就比较长了，我也不明白这个移动节是什么意思啊。就有一些移动节的这个名单比较长，总共2000多个人给我曾经充过电啊，然后目前还在充电的大概能到个90页啊。90页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第10页就剩一个人了，大概也就9页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无论你是不是还在持续为小米充电啊，以及是否曾经充过电啊，只要你愿意给小米的视频点赞、3连，或者哪怕只是愿意看小米的视频睡觉啊，我都非常感谢你对于我的这个支持啊，你们的这些支持点点滴滴汇聚成如今的我啊。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我今年新做的一个榜单啊，叫做长情陪伴榜单。这个主要是由于 B 站有一个今年的年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总结一下你今年看的最多的一个 UP 主啊，有很多小伙伴来我这里晒出了他们的这个挚爱 UP 主都是我啊，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活动啊，去评选出呢这个前5位观看时长最长以及前5位投币数量最多的观众小伙伴，有这个小礼品送给大家。所以看到这个视频啊，这个我也会私信联系你啊，所以希望你尽快的把地址发给我，因为今年的这个礼品是一次性做出来的啊，它不能这个分批做啊，因为定制的费用很高，分批做的话成本太贵了，所以一次性递出来的，你如果错过了这一次呢，很可能就没有了啊，这个是需要尽快的把这个地址发给我。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最前面的这个，非常的震惊啊，前几个首先肯定是小时数已经破千了，第1名甚至高达3600个小时啊！这是全年365天，每天看我基本上10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小伙伴，我真的是太感激了，何德何能让我这个陪你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啊！
上千小时的也非常的多啊，甚至这个几百个700-800小时的都不能入围了啊，只有这个上千小时的才能入围。投币很多的小伙伴呢也有很多啊，有的小伙伴甚至给我投了上400多个币啊，哎，这几个也都是老观众了啊，我都是这个老朋友了，都是很熟悉的名字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这个榜单的数量实在是很长，虽然只是有一部分人晒出来，我相信还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晒出来，但是光是晒出来的这些呢，这个名单真的就很长啊。我总结了非常的久啊，但是越总结呢，我就越感激或者是感动吧，这个后边就是分钟数了啊，越感激越感动，就是愿意有这么多小伙伴愿意去持续的支持我，我是这么多人的挚爱 UP 主啊，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一直激励我才走到现在啊，可以毫不毫不夸张的说啊，是大家的支持，是你们的支持和我的坚持这两件事儿共同造就了今天的这个小米米莎的这个，你管它叫一个账号也好，你管它叫做一个虚拟人物也好，你管它叫做一个主播也好，无论是什么啊，它对我来说是另外一半的自己，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一个线上的 IP 啊，但无论是什么啊，他都很不，他能坚持到现在，都是多亏了大家的这个长情陪伴和支持啊，真的非常感激大家。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长期续费舰长的这些小伙伴啊，这也都是我的老舰长了啊，这些小伙伴呢都是基本上都是续费300天以上的，我才会放上来，有一些可能续费时间超过300天，但是这个月不在舰上的，这个可能就漏掉了，因为 B 站的这个直播我年年都说，但他年年都不改啊，年年我都给他反馈他，但是就不改，他就不能看到历史的这个在舰的一些名单啊，这些记录他看不到的啊，他只能看这一个月的，或者是近1-2个月的，他能给你看到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再远的他就不给你看了。所以据我所知呢，至少还有一位吧，超过1000天的这样的一个舰长，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已经不续费了，很遗憾失去了他，但是也很感激啊，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在坚持在陪伴我啊，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股东大会环节啊。那这以往是吧，股东大会之后最接的就是我们今年的收入啊。今年在说收入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今年的一些变化啊。首先呢，先跟这个新观众小伙伴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因为有的新观众小伙伴他不是特别了解我的情况啊，他很多人在问。首先我已经博士毕业了。我是个博士，我的博士是中科院的博士，然后我博士的专业是生物化工或者叫生物医学工程啊，这两个差别不是特别大，我都沾啊。然后我曾经做过1年博后，然后我现在在一个211高校做这个教职工作，现在已经是副高的职称，我已经评上副高3年了，今年已经是我工作的第7个年头啊，然后我已经在这个高校6年多了啊，然后所以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啊，你不用担心我不做主播了会不会饿死，你也不用担心我没有流量会不会养不起我家虾米和虾丸啊，这都不用担心啊。但是也同样的，因为我有我的本职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主播上啊。但即便如此，我已经很尽力的在把我的这个精力往这个方向投入了。但即便如此啊，我也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投入，所以有一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做的不够不够理想的地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能够多多包容啊，互相的理解啊，这就是我的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既然自我介绍完了，那我们先说一下今年我的一些改变和变化。这改变和变化也分为2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主播方向的，一个是我自己本职工作方向的。本职工作方向呢，我去年也跟大家分享了，说是我经过了两个批次的考核啊。我们学校呢是你要经过6年的一个非升即走的考核，你满足了考核要求，你2次考核都是优秀，你可以转常聘。然后如果2次考核都只是通过呢，你就都只是良好呢，你就只是通过而已。那但凡有1次考核它只是一个及格啊，那你就是6年非升即走，你就得走啊，你就得被劝退啊，就离开我们的这个岗位啊。那我是已经满足了2次聘期优秀，然后已经转成了一个常聘岗啊，就从一个就怎么就不能叫我从合同工转正式工啊，这也不算，因为我现在还要签合同，即便是常聘岗，我们每年也要签合同的，并且因为随着这个现在的水涨船高，科研圈卷的飞起啊，水涨船高，我现在签的这个合同甚至比我6年非升即走的这个标准还要高一些啊。
这也都是后话了啊。所以这个你说躺平这件事存不存在呢？有的小伙伴就在小伙伴的心里可能说是拿到教职了，拿到长聘了，是不是就躺平了？但实际上这真的不存在，因为所有的用人单位都在卷啊，都不傻，都知道你这个东西安稳了、安逸了就没有发展了嘛，都想卷数据、卷这个前沿、卷热点。所以你想躺平吗？我觉得躺平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儿啊。但有的时候你躺平已经不再是一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人生追求了，它变成了你的一种这个活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啊。就是你说你想躺平啊，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平了啊，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但是你实际上还是在不断的，你的自己的人生追求还在不断的推着你往前走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今年呢，虽然转成长聘了，转成长聘以后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有了额外的课时的要求，就是我要上课啊。但是由于主干课程和专业课程都在老教授的手里，我们的年轻的教师是分不到的。老教授都是不会给你分这些东西的。然后我自己的团队 team 里的 leader 啊，我的老板，他有这个 title 的这些老板，他们都是引进的人才，是吧？他们都是这个特聘的，他们是不需要上课的，所以他们也没有课程分给我。所以我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就是，我不得不去找一些犄角旮旯的课去上啊，去找那些老教授啊，看有些不乐意上没人上的课呀，要不就是时间不好的课啊，要不就是没有人愿意上的课，我去找一些这样的课去上这些课的最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不要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每年年底对于我这个岗位来说，我现在等于是从一个专职科研岗转成一个教学科研岗啊。对于我的教学考评指标是300个学时，300个学时是什么概念呢？300个学时，你们平常上一节课45分钟是一个学时。我要上300个学时啊！你说可不可能？肯定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不可能的。能达到这个标准的老师非常的少啊。那没有办法，那只能怎么办呢？如果不满足，你就得拿教学这个科研的这个业绩点数去抵你的教学缺少的工作量啊。够抵呢，你就不需要扣钱；你要不够抵呢，你就要按照这个缺多少要扣多少年终的奖金和工资啊，就扣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铁要扣的啊！我今年即便是去上了一些课，我顶多也就50-60课，50-60个学时，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啊！我这今年第1年去找这些课啊，找的不是很多，明年还得努力啊，抓紧自己再去看看能不能找一些课啊，去想办法。这是这个方面。但是你说科研的方面，他就不考核你了，也不是。我今年新签了这个长聘的合同之后，长聘也有合同啊，虽然人家长聘，但是人家有合同，但是这个合同的指标，甚至基本上跟我这个6年飞升即走的考核指标差不多了。就这个东西就水涨船高啊，就没有办法，科研圈就这样啊，这就是生活状态和常态啊。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小伙伴去问我说，今年开始博士毕业了，对于高校教职等等一些的东西怎么看啊？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想？怎么说呢？你说教职是不是一个好工作呢？它应该还是算得上是一个好工作，原因在于什么呢？它社会地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老师毕竟是比较受人尊重的，即便我这只是一个大学的，甚至不是教主干课程的一个老师啊，但是我还是带研究生的，研究生都很尊重我们，那所以的确是很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那你说收入方面呢？收入不是很高啊，收入在这么高的工作强度下啊，它的收入的性价比是不高的啊，但是呢，它的这个怎么说，长期性或者是稳定性上，它肯定是要比一般的企业要好的啊。企业可能会面临着比如说融资的资金的周转不灵啊、裁员啊等等的问题。高校里你只要不要太离谱啊，你就即便我现在达不到我这1年300个学时的这个要求，我科研可以抵一部分，我即便有一部分欠缺啊，但是你的工作量你真的是勤勤恳恳在工作啊，也不会怎么样啊。你不要在考核的时候年年都不合格啊，也不会就是说把你怎么样，但是你如果长期不合格，肯定会给你降岗降薪啊，这是一定会的啊。所以它算不算一个好工作的？它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它还算是一个好工作，但它性价比绝对不高。如果你以赚钱为目标，
或者是以生活优渥为目标的话，我都不太推荐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做科研除非你能就是特别优秀的尖子的那头能拿到帽子的那些人，他才可能在科研里收获到了金钱。从其他所有的这种普通的老师或者是科研人员，他都收获不到金钱他这个性价比其实都不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的第一方面的算是变化吧。这变化没说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因为剪了很多边角课程的原因，所以我有的时候晚上要上课，晚上的课大概是6点半到8点的课这就意味着我现在做视频的时间会被进一步的压缩这是我面临的真的是一个困难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最主要的改变那另一种改变呢，就是我之前有很多细心的小伙伴就是发现我在这个分享我的生活的时候我说我的文章都说的是一作文章，原因就也在于这一点就是这6年的飞升疾走因为就是在实验室的小伙伴可能比较了解不在实验室的可能不太懂这个就是你会有一些小导师或者叫小老板对吧？那些小导师呢，基本上呢，这个有的课题组是可以给你挂通讯的，有的课题组是不给的，那我们课题组就不给。那我所有的文章，如果你想做出成绩的话，你必须自己去做所以我的基本上前6年，我自己都是在实验室的一线工作人员我是实打实的自己在做实验的，所以我的文章基本都是一作文章。在今年呢，我发表完了我最后一个一作的 SCCI 我今年发了2篇一区，但是明年估计惨淡了明年的项目都不是很顺今年看起来都不是很顺，明年估计不一定有但今年的确有2篇一区。然后今年我是把手里最后一个我自己的一作的文章发完了，后边我就更多的是以指导学生的方式在出现我开始拥有以自己名字为导师的研究生从今年开始我才开始有第一个之前我带了很多学生，我甚至已经带毕业了很多学生，但是都是老板的学生说我只是有辅导的权利，我没有什么就是决定权我没有决定权，我也没有做不了通讯作者，我也干不了啥的我就只能自己做实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今年开始呢，我就开始转做文字工作，幕后工作更多一些了。我现在手里是2个研究生和1个博士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说我的工作平时工作忙不忙呢？我肯定还是很忙的但是我还是尽可能的再抽一些时间在我的这个主播的这个事业里，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今年的变化，就是主播方面的变化。主播的变化呢，就是我从一个从先说视频方面是从4月开始 B 站全面取消了创作激励对我的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我不得不从一个 B 站给我一个保底薪资的一个情况变成我自己去自负盈亏的一个情况，我要自己去说白了找金主找甲方爸爸去投资我才能有收入，否则你如果就像说白了躺平不干，你就没有收入，没有拿不到钱但是你说做主播这件事儿它当然是有我兴趣爱好和大家的支持这2方面作为内驱力很足，但是如果没有收入作为外驱力，作为外界的这个支持的话，它铁定是不长久的所以大家看到的很多主播在随着时间的这个漫漫长河消失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内驱力不足以应对他的生活压力的时候，他就不得已不把这个方面去舍掉了。所以去寻找一些金主，让我的这个账号持续盈利，是我的账号能够一直存在在大家视野里的前提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辩证的看待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挣钱也不磕碜我就是为了挣钱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去找一些金主这是最大的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也是这个从4、5月份开始，4、5月份算是 B 站的一个整改期吧，5、6月份的时候，我是从5、6月份的时候变成从一个官签主播，我以前是哔哩哔哩直签的官方主播我因为是官方主播，所以我是有底薪的，我是可以从哔哩哔哩拿到底薪，我之前也晒过我完成这个直播任务可以拿到底薪但现在我变成了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变成了一个工会的主播我从官签变成工会签了工会签的主播呢，这也是 B 站算是
算是开源节流的一个方向吧。他就管不了这么多主播，因为主播数量实在太多了。他现在就只抓头部啊那种这个千件万件的这种主播，他去抓啊。这些比较小的主播呢，他就分流放到了各大主流的公会里，所以我变成了个公会主播啊，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啊。那说这两个事儿呢，最主要的是想分享的就是也是这两个事情影响了我的这个整个的视频的结构以及我的收入的变化啊。我们先来看这张 PPT 啊，这张 PPT 是 B 站的这个后台的总结啊。首先我们今年一共发了338个视频，然后开播了140天。我是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开播啊，一年一共52周，140天，基本上是个85%以上的出勤率了啊。然后总直播时长540个小时啊，每次直播都接近4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已经对于一个非全职主播来说，我觉得已经不低了啊，不算低了。然后这338个稿件呢，这有140个应该是直播的回放啊，所以要扣掉。所以我今年大概发了198个视频啊，那其实统计的时候，我后边还发了一些，我就算它200个视频左右啊。200个视频呢，平均每周3.8个视频，3.8个视频就基本上约等于隔一天一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新频率肯定是不低的啊，所以我在维持着我自己的主要工作的同时，还在做着这个高强度的 B 站的工作啊。我去年曾经说过，我今年要放缓脚步去，这个多休息啊，结果压根儿没做到，不但没做到，我觉得我今年比去年还干，我今年比去年还累啊。为什么？我一会儿再说啊。然后主要想分享的一个就是这个啊，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啊，就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作息很规律啊，我起得真的很早，我每天真的起得很早，我全年有352天都是清晨访问 B 站，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规律啊。这边有小伙伴想要我看我的时间表，去年分享过一个，今年我分享了个更详细的啊，给大家看啊。这就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大家就觉得我在做什么，我就在做这些事情啊。咱先看工作日啊，工作日我基本上没有低于6点起床的啊，所以早上一般来说是我访问 B 站，就是在回私信、读评论、看评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稍微这个调整一下啊，这个清醒一下，开嗓，我就开始录视频剪辑啊，然后8点出门去上班啊，上班呢到中午11点半我就开始再进行午休的，午休之后我又会再进行一部分视频背板啊，在办公室里稍微就是打一下晚上比如说想录的游戏的流程，看看有哪些资料和攻略要做啊，然后下午再进行工作，比如上课呀、做文字工作呀等等啊。然后晚上回来啊，周五还不能录视频，周五要直播啊，所以就只有周一、周四晚上我可以录视频。那假如说像今年我还有课是周四晚上上的，有的时候周四晚上也不行啊，所以就今年的这个日常的做视频的时间被压缩的非常的厉害。然后睡觉基本上是很规律的。那周六周日呢？周六周日你说能休息吗？也不能啊。周六的是早上我基本就多睡，也就多睡15分钟啊，不会再多了啊。然后上午的确可以做视频，下午我要开组会，我们组会是每周都开啊，每周都开，而且非常的长啊，基本上这个结束得5点半了，有的时候结束的晚的时候有6点的时候也有。回来我基本上周六我连饭我也不吃啊，我就基本上回来我就开播了，开播完啊就睡觉，对吧？然后周日啊，原本周日我能稍微轻松一点，但是今年周日也很累。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周日起的比周六还早啊？因为周日起来要早上跟茵茵联机啊，跟茵茵联机星路同行，因为我们两个有6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一般是从早上6点半跟他联机到中午11点半的这个时间，每周日啊，我们只要没有太多的事儿，都是每周日联机啊。然后啊，就有一点点下午录视频的时间啊，然后就晚上又要直播了。所以你看我的这个时间表真的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啊，所以才能做到这个全年更新200个视频啊，直播140天，这就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这么做到的。一定秘诀在于哪儿？秘诀就在于规律的作息和自律啊，和持之以恒的坚持。我没有啥别的秘诀了，我也没有一天不比你们多2个小时，我也就这点时间啊，但是没办法，就只能从这些时间里去压榨，去抽时间去做这样的事儿啊，这就是秘诀了啊，也发给你了啊，你能做到你就上啊，我都不是炫耀这件事儿哈，这个事情是怎么说，
就是坚持下来是我觉得我唯一最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很难坚持下来，你每天如一日的坚持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日程表里最难最难的一件事啊。你说你某一天某一周这么干都没问题，但是你持之以恒的坚持真的很难啊。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秘诀啊。那这个东西说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收入啊。每一年我都会晒啊，这今年也不例外啊，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今年的这个数字，如果去年你看过，你可能觉得多很多啊，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啊。我接下来又要说这个行业隐秘不该说的话，我又要说了啊。大家听了就算了，都是自己人，听了就忘了是吧？都别外传哈，都别说啊，都别外传，听了就过啊。这里边呢看起来收入变化很大，最大的原因就是直播涨得很多啊。直播我去年8万左右，今年看起来翻了1倍，为什么？因为我从官签转到非官签，转到公会签，公会签转过来的这个过程，他要给我刷这个流量刷礼物啊，他给我刷了16万的礼物啊，但是到我这里就减半嘛，就变成8万啊。实际上有8万2千多的这个流水都是公会刷的，也不过我手，就是在我的账号上走了这么一个数字啊，就过去了。我就从一个官签主播变成公会主播了，你就大概这么理解就行。所以你这个看到的这个收入呢，要减去8万啊，你就先减8万吧。所以我今年的年收入大概是20万左右啊，其实是比去年高的，去年是16万左右啊，今年有20万左右，的确比去年高一些啊，这个是实话，但是没有28这个数字啊，这个没有啊。我的正经数字你可以看到，每个月直播的啊，这边是7000块嘛。你乘一下7000块，大概是乘以12啊，大概就是7、8万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但实际上在直播这里呢，我除了收入，我还投入了挺多的。我每年要花2000块钱租一个舰长的专属服务器啊，舰长小伙伴可以加到舰长群里去服务器上连接玩的啊。这是这个，我每年最少办2次舰长的这个回馈活动，每一次活动都会给所有的舰长发一个大概40块钱左右的一个小礼物啊，然后。我还会有舰长抽奖，今年抽了个 Xbox， 明年我是计划50万粉的时候给大家抽一个 PS5 啊，希望能够顺利希望能够顺利，所以在你把这些费用全刨掉啊，把这些成本的这些东西刨掉，还得扣掉接近15000块钱啊，所以我在直播这里能收入到多少钱？6万5，我就觉得算是顶天了啊。然后你们看到的这个数值呢，还是没扣税的啊。我要把这些钱提出来，我要扣税的，你要按10%左右扣税啊，你还要给它扣掉。所以其实你说多吗？其实可能也不少了，但是跟我的这个辛苦相比呢，我觉得我真的挣的就是辛苦钱啊。我这个性价比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啊，真的是一辛苦钱，挺辛苦的啊，才能挣到这样的一个钱。所以也给那些想做主播的小伙伴一些启示吧啊，这是这里。然后创作激励，别看它现在还有17000，对吧？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前4个月还是给的。4个月之后就不给了，4个月之后，这个政策变了，我变成不符合给创作激励的那个档位了。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叫做良作评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它可能会把你，就是这个主播滚动到这个良作评选的这个池子里。你要被滚到这个池子里呢，你每个月还能再拿一点点的这个创作激励啊。我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啊，在这边有一个活动激励啊，你可以看到啊，我从4月份到后边，我只被滚动进去过2次啊，一个就是4月份，就是最初取消的那个月啊，这个良作激励啊，我被滚进去了一次，然后10月份滚进去了一次啊，每次滚进去呢最少有个1000块钱左右的收入吧，11月份这次比较好啊，拿到了接近2000块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收益趋势啊。除了这个天发这个良作的这个补贴的时候啊，有2000块钱以外，其中每天我的创作激励只有10块钱左右啊。你说有没有呢？你说跟没有也没有区别啊，所以这个创作激励就现在就砍成了这个样子啊，这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然后这是创作激励，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花火商单啊。我说了，因为创作激励被大砍了，所以有这个花火商单作为我的这个只能从官方负责你的这个盈亏变成我自负盈亏了，所以这个商单都理解为是我自己联系到的一些甲方爸爸啊给我的一些投资啊，这部分是我这个今年涨的最主要的一部分钱啊。然后这部分的商单呢主要分为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在动态里能看到我发的。首先我先强调啊，这些商单95%以上都是一刀切的价格，就是定下来了给我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大家买不买跟我都没有多大关系，95%都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不用就是
为了怎么样啊，为了支持我而一定要在我这里买，而是你真的恰好需要，你觉得还合适，哎，你觉得还不错啊，你在这里买才比较好一些啊。不要为了支持我而买啊！你们买不买？买的人多，的确会让甲方再回来再找你，让你持续性的有商单，这的确是有帮助的，但是没有那么值得啊！大家还是以自己的需求为最高的前提，你觉得合适，你想买啊，你再买。然后动态里我发的所有的这个产品都是我自己亲自试用过的啊。你说它性价比高不高？我可以说性价比一定不是最高的，肯定有比它便宜，但是性能上差的不多的这个产品有。但是我用过的这些产品呢，我发出来的这些产品呢，一定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然后我用着也还不错，我也在持续的使用这个的产品，我才会一直在动态里不停的发啊，这是我的一个前提啊。所以你问那些东西我用没用，我用过啊，我都用过。牙刷我也一直在用，枕头我给我妈了啊，那个枕头我的确不太喜欢，因为那个枕头我家主子喜欢在我枕头上睡啊，他一旦占了我那个枕头都是你要躺在最中间才最舒服啊。我家主子一来，我就得把最中间让出去，我只能躺边边，边边特别的高，所以我这那个枕头不适合我啊，就没办法，我就给我妈了。但我妈自己睡着说很好啊，所以也一直在用。然后这个牙刷我一直在用，然后那个保健品、蛋白粉、什么鱼油什么的，我爸我妈一直在吃啊。我自己吃的少一点啊，我想不起来吃，我真想不起来吃，但是我爸我妈一直在吃，所以都是就是有品质保证的产品才会给推荐给大家，这是一部分商单，但这个只占一个非常少的一个部分。我的主要商单还在于视频推广啊，我做了一些新游戏的视频推广，今年做了一些新游的试玩啊，在这边看吧，在我的这个游戏里边看，我们从这个最后运行时间啊，做了一些视频的推广啊，今年的确接了一些，但是不是所有我的试玩视频都是推广视频啊。今年有个舰长问我是不是全是，我说不是啊，大概有多少？大概有50%是。就是你看那视频吧，一看就不像是我爱玩的游戏，那它一定是个推广。但是有的游戏明显就是我比较爱玩，像什么路马岛我直播了，这我也直播了，这都是我爱玩啊。然后有一些就明显是推广，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吸血鬼幸存者，这是个推广啊，这的确是个推广。如雪的恐惧也是一个推广啊。然后还有什么是推广？我看啊。然后有一些是他，我觉得视频刚好也不错，比如有些刚好也不错，我也很喜欢，他又刚好有推广的那种，我就做的会比较好一些。比如说这个要战变战啊，当时我这个也做了一期视频，它的确是个推广，但这个游戏我觉得真挺好玩的啊，这个也是啊。所以这些新游推荐的过程中呢，大家就玩了，你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想去试试，你就买来玩。你要觉得不好看，你就帮我点个免费的赞，给甲方爸爸看一看啊，我们也就相安无事啊，两相好啊，就过去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是这部分，最后一部分商单也是我就是想跟大家说的那95%的5%啊，我没说100%没有关系，有5%有关系。这其实是 B 站找我的，B 站官方找我的一个合作啊，就是也是在今年5月啊，他们在开始做这个转型的时候，我做了庄园领主啊，庄园领主当时是 Steam 愿望单第1的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当时呢，我是先做了一期试玩，就是官方找我，我也没立刻就答应，我做了一期试玩啊，做一期试玩看看大家喜不喜欢。我当时说3日内点赞过1万啊，我们就开个小坑啊，哎，真过了，难得有一个游戏我说过1万就怎么样就过了的啊，这个游戏真的很有热度，它真的过了，所以我就真的开了个坑啊。然后当时的合作形式，官方跟我的合作形式是挂这个会员购啊，所以从第1期的时候还没有啊，给你看一下，第一期还没有这个第1期后来我补了一个会员购啊，但是第1期刚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我看一下，这个是4月27号啊，4月27号我发的。4月17号我就发了这些视频了。4月27号我确定要跟官方合作之后，我才补了这样的一个会员购啊。所以后边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27号我正式发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才开始给大家发这个会员购链接。这个会员购里边呢，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啊。当时好像是100块钱左右吧，95，刚才看的是，我大概能拿到9块钱的提成啊。你们每在这里买过一个，我就拿9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提成啊。当时这个游戏是我另外的一种商单的形式啊，也在我的这个花火里边啊。
但是这样的游戏我做的非常的少啊，只有我觉得很合适的游戏我才会这么挂啊，不合适的我也就不挂，绝大多数95%的我的商单都是一刀切的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今年比较好的就是包月充电涨了1倍啊，真的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包月充电的这个涨了1倍，数量是我没想到的啊，再次感谢这个打赏的这些观众小伙伴们啊。好，那这就是今年的这个一些情况了啊，悬赏带货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5%的那部分啊，大概就在这里体现。所以当时官方就跟我说我这里卖的很不错啊，我当时没有什么概念，后来我发现啊，在这里数值在这里显示，我后来才知道啊，在这里的确是卖的挺不错的。我这里就提了这么多的话，那这游戏的确是卖的挺不错的啊。这就是这个部分的各个收益部分的分享了啊，就这些。然后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我们明年啊，去年的一些开坑的视频的总结以及明年的计划啊。去年呢，我们立的 flag 我都基本都填了啊，就是饥荒第4季啊，上了一次热门，总共200万的播放量啊，这个算是我的播放量比较好的一个系列啊。戴森球计划啊，万唐的我做完了，然后是不到150万的播放量，这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系列啊。然后比较差的系列说的就是你环世界环世界 1.5 啊，这个是也在做啊，也在做，目前还没做完啊。由于做了环世界 1.5， 所以把原本计划要开坑的漫漫长夜给挤下去了，因为他们都属于这个生存向的啊，或者是叫做，当然环世界更偏模拟经营啊，所以但是把漫漫长夜无奈给挤下去了啊，所以漫漫长夜明年一定会开的，今年没开成。这个就比较差了啊，这个有80多万的播放量，但其中还有20万左右的播放量吧，其实是我之前 1.5 刚出的时候做了个前瞻视频和一个试玩视频，当时做这个占了20万播放量，所以实际上播放量也大概就6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也就涉及到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另一个事儿啊，就是 B 站上现在我在自负盈亏，在自己搞商单了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我必须要让我的账号的流量保持在一个比较高基数或者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基数的状态，我不能有太长时间的这个流量的滑铁卢啊！我有流量的太长时间的滑铁卢，就会导致我商单就找不到商单，然后就这就越来越差，就没落了嘛，这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必定要需要一定的这个流量才行。那这种没有流量的这种我怎么办呢？现在 B 站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叫做避火推广。有一些小伙伴给我推过啊，我发现有观众给我推过，我真的非常感恩啊！还有观众给我推这个推广，然后我自己也推过。我推广的原则不是为了让某一期视频上热门啊，我推广的原则就是不要让某期视频太难看，真的太难看了。现在环世界的这个视频真的很难看，它很影响我后边的这个收益啊。你可以看一下环世界这个视频，第一期就每一次都是第一期比较好，第一期10几万的播放量啊，然后你看到中间有2期前瞻的这个视频啊，每一个占了这个很大头的这个播放量，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头占了10几万的播放量，然后看最新的一期啊，连1万都不到，这个真的对我来说是比较大影响的一件事啊，所以没办法，我就不得不也用了一下我们的避火平台，去给我一些时代需要挽救的一些系列去做推广然后官方也甚至把这个避火服务给它外包出去了，有一些公司在运营这些避火平台给你服务啊，要的那个价格真的非常的离谱啊。但是怎么说呢，这就是像是主播就像是要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不否认，肯定很多主播去拿这个东西砸钱去砸热门啊，肯定有这么主播这么干的啊，肯定有很多主播这么干。但是我现在目前还都只是花一些钱去维系，让我的一些视频看起来不要那么难看。我现在是这么用的没有办法，这就是生态啊。你不用的话，你一点都不用的话，你这个流量太低了。我最近又一直在更这个环世界，再加上我星路同行系列也更新到了末期了，流量也不高了。那我就不可能让我的整个账号的数据都看着这么萎靡啊！你的这个实时数据在人家甲方那边都是有显示，有专门的平台去抓这个主播这个月的播放量啊，什么互动率的这些数据，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你这么低迷，你说白了，你怎么办？你这个月就没有饭吃啊！这就是现状啊，这是没有办法。然后我这个月今年最感恩也是最高兴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的甘露谷系列，我真的没想到啊，热门了22次，甚至到更新到P30的时候我还上过一次热门啊，都给我惊呆了。这个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一共斩获了600多万的播放量，互动率高达19.5%，是我的历史之最啊！
这个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是我的历史之最啊。但是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清醒的，我知道我自己的真实的水平没在这个流量上，但是当时真的是狠狠的给了我一波流量也是感谢这一波这个关注我的小伙伴，也是因为这一波的关注才有了这个星路同行双人档的这个系列啊。因为大家的这个支持，我这 flag 立的太满了，我本来以为是不可能达到的，结果都达到了，所以我就又开了一个星露谷的这个双人档，也是因为这个双人档也挤掉了我一部分原本计划的一个档位的时间啊，这个说的就是你漫漫长夜被挤掉了然后这个就才有了这个星露同行。星露同行的这个流量就比较正常说的是我正常的流量水平目前是187万，但是互动率真的非常的高，有很多小伙伴真的很喜欢但是它整体上的由于因为又过了 1.6 的这个 1.6 版本的这个最热的时间，而且呢做双人的实况做模组项的看的人就天然就会比原版的这种要看的人要少一些所以流量上就肯定是要掉下去的这没有办法。然后这些就是计划外开坑的其中卡牌生存 MIT 和背包乱斗算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游戏，所以即便流量很差我也做了。但当时呢做 MIT 的时候还有别的系列帮我维系背包乱斗呢是这个穿插着偶尔更一更帮我维系，但是最近这个我主打系列流量掉下来了，我真的很难受我最近真是处于一个很难受的状态。然后庄园领主算是意外的算是意外开坑的，当时是点赞数到了我就开了个坑，你可以看到吃到热度就比你这些在兴趣上的这个是吧数据要好多了但是互动率上肯定是要差一些然后比较遗憾的，或者是不能叫遗憾吧，或者是比较那啥，我今年又弃坑了一个系列，就是古龙风云录古龙风云录这个游戏呢就我一展开来可能就又说多了但是我又不能不说该说的我还是得说古龙风云录这个游戏呢一来是河洛工作室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我以前对于这个工作室真的非常喜欢，因为他的作品我很喜欢侠剑系列我都玩了很长时间，我还买过凤凰平台的好多次激活码当年还得是用什么激活码激活还绑定机器的那种重装系统就得重买，我都这种坑我都踩过我在 Steam 上我甚至还补过票，但是这个古龙风云录真的很让我不满意因为古龙风云录是我对它寄予厚望的一个作品，原因在于什么？因为原因在于我们之前做博德之门的时候，我把背景故事跟这种 RPG 游戏的融合在一起来给大家讲解的这个过程，我自己也觉得收获了很多的意外的这种知识，大家也很喜欢看，我觉得古龙风云录是很适合这种系列的一个作品所以我还买了全套的古龙的小说来回来啃，来边啃书边玩游戏边打收集边跟大家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是这个游戏的品相也好，还有这个工作室的态度也好，让我觉得特别的不值得。原因在于什么呢？一来是这个游戏本身是个半成品，二来是这个公司它到现在为止它都告诉我给玩家的态度是他回去做这个河洛群侠传2了他这个古龙风云录就算就这样了你喜欢不喜欢的反正这坨大便就搁在这儿了买了的人呢你就尝完了也就尝完了也不想为你后续服务了现在也看不到什么更新了它这个结尾那些东西都那个样子我提前拿到了这个游戏但我1毛钱没收过河洛的我这里肯定是1毛钱没收过河洛的。我提前拿到这个游戏，我做了前3章的文字版的攻略，后2章的这个攻略是我一个粉丝小伙伴帮我补的是在他的这个帮助下完成。他看了我前3章的，他把后边的给他填完了所以有一个完整版的文档的放在那里。但实际上这游戏我没通关，我就玩了第3章，因为后边真的是一坨大便，越玩越难受然后也是正因为这个游戏让我见到了这个B 站的多元性因为以前我的观众小伙伴大多数还是比较 nice 的，或者说是比较素质比较高人均素质都很高，大家都是其乐融融评论区弹幕区都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欢声笑语的。但是呢因为做古龙风云录也让我见到了 B 站的另一面因为当时做这个的个人体验报告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吧被打上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都说我打拳，都说我学历这么高，作为一个博士我还打拳。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于我提了一句这个河洛工作室对于女性的这个玩家的重视度不够，然后没有做女性视角的这个代入因为古龙风云录这个游戏它是以一个架空的男性主角为主角的然后去古龙的世界闯荡，没有女性视角那我想要个女性视角它不正常吗？因为古龙大家都知道，古龙的这个小说都是以男性为主的 IP 对吧？什么陆小凤，什么楚留香，什么这个沈浪，这些都是男性的这些人物为主。那我想要跟这些男性这个主人公谈恋爱，不正常吗？
所以想要一个女性视角去带入，去跟他们互动，这不正常吗？我觉得是件很正常的事儿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平台的环境 ，B 站其实还算好一点啊，豆瓣那边更疯魔啊，还有很多更疯魔，贴吧什么的更疯魔啊。就因为我说这句话，我被挂贴吧了。当然，我也不是被第一次挂贴吧了，我也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挂就挂了啊。但是就说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一旦涉及到在这个游戏里去为女性玩家说，就是要有女性视角的时候，就像踩了一部分男性玩家的尾巴一样。这帮被踩了尾巴的人就是哐哐哐就冒了出来。我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视角来需求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站在一个男性的视角，你反对这件事儿，我不懂原因在哪里。你要反对也是工作室如果力有不逮，他觉得男性的玩家数量群体占多，他现在力有不逮，他做不到啊，那也是工作室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但就跳出来了一波男性观众，对于这件事儿就像踩了尾巴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被重重打上了女权的标签。哎，那也就乐呵了，也就巧了。今年8月份我又遇到了另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黑神话悟空发售。黑神话悟空发售之前，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的这个私信和评论啊。当然私信我和评论完，我的大多数这回变成了女性观众。首先我非常珍惜我账号里仅存的15%的女性观众，我真的非常的珍惜你们啊，我很想把你们留下来。但是真的是游戏的这个占比啊，游戏的玩家占比上男女比例的确是失衡的，但是在我这里失衡的比较严重啊，我这里边男性观众的数量占大头啊，这个的确这就是现实啊，没什么好避而不谈的，这就是现实。那女性玩家占的这么比例这么少，所以极少数的女性玩家的给我留言，我还是很珍视很重视的啊，所以我还挨个的去回复了，但是越回复我发现越疯魔啊，原因就在于什么？就是在于还是这个事儿啊，就是一旦是在一个游戏上去提起了女性玩家的诉求、女性玩家的视角的时候，有一些男性玩家就像被踩了尾巴一样。再加上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的主创团队曾经有过不当言论啊，曾经他再加上他的粉丝面实在太广了，这么大的一个粉丝群体下，就是这种疯魔的人的数量就更多，所以这些疯魔的人带来了一系列的恶劣的影响，造就了这个在这个游戏刚发售的时候，这个男女玩家的对立的这个升级，各种升级，什么豆瓣上还出现了什么开出女级的主播数都是谁？哪些主播被开出了女级？还有什么种种吧。我相信所有在那个时间点直播或者是出这个黑神话悟空相关视频的女主播都受到过或多或少的人身攻击。我收到的最离谱的人身攻击是什么？是说我对啊，说我是个媚男的主播，我是个媚男的女主播。首先我媚男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因为我自诩女博士啊，把自己自诩了女博士，就是在对于男性的这种讨好。这是我收到的最离谱的一个评论啊！当然，绝大多数这些评论私信我也没法给大家展示，因为我也不截图，我也不留着。我大多数比较 nice 的我就回复，不 nice 的我就直接这个说的连人话都不算了，我就直接举报拉黑啊！我这也没有截图，我也没法给大家看啊。但是我当时真的收到了很多看起来应该是看了我比较久的女性的这些观众的一些留言，都是纷纷表示取关我啊。我还真的是正经伤心了一段时间啊！我正经伤心了一段时间，因为啥？因为我挺无辜的，我也没吃到什么黑神话悟空的流量，我也没做视频，我就直播玩一玩。我直播玩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的职业是个主播啊！你别管男女的，我是个主播。主播对于这种现象级的 IP， 而且还是国产 IP， 而且还是我很感兴趣的稀有 IP。那我去玩一玩，这不正常吗？这很正常，对不对？那我就是决定要去直播这件事儿，就已经好像是对不起了很多被那些疯魔的男性玩家攻击的女性，我就像是对不起了那些女性观众啊，我就是背叛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跟我 say goodbye 了。所以我觉得挺委屈的啊。我也没吃着什么流量，我也没挣着什么钱，我甚至还掏了一部分腰包给大家去这个抽这个游戏抽激活码啊。那他们就会说啊，因为我支持了这么一个不尊重女性的一个工作室或者是一个 IP 啊，就觉得我这个做的利益或者是我的这个人设不对了。那怎么说呢？我确实我觉得这个工作室所带来的引发的这些不当言论，他没有做个很好的后续的公关处理啊。我确实觉得游戏科学在这方面做的不好
我也没有多欣赏这个游科的那些主创的这些人的这些做法，我觉得是做的不对的但是你要把这件事情两方面来看啊。这个游戏它本身它是一个现象级的游戏，它是一个文化输出的游戏，它是一个过审核的，过了国家审核的甚至上了央视的，甚至在 GTA 上作为我国第一个在 GTA 上获奖的国产游戏它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来讲，它是有影响力的，它是有它的优点和精华所在的。那我们要不要因为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不好的方向，就把一个东西完全一棍子打死了？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就像是我一样要不要因为我就在这个古龙风云录的这个视频里为女玩家发过一次言我就是女权？要不要因为我就直播了黑神话悟空，我就自己想玩，并且我想直播跟大家一起互动着玩这么一件事儿，我就是被开除女籍，我就是对女性观众不尊重？你要不要把这么重的标签，或者是这么严肃的标签，就因为一方面的一个小的原因贴在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 IP 身上？这个是你要辩证考虑的一个事情。我不否认有些疯魔的人就借着游科的黑神话的这个发售，借着他的卖的这个现象级去攻击那些女性玩家，说没有你们我们也卖得很好根本就不需要你们。我不否认有这样的一些疯魔的人，但是要不要因为一些疯魔的人的疯魔举动而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的正确的价值观判断？这是我最想跟大家说的你不能一方面又说我女权，一方面又说我媚男，对吧？我不可能是两个人，我是分裂人格吗？我不是吧？那他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我最想跟我所有的观众小伙伴分享的就是，不要去因为一时的这个方向去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因为人的一生也好，它是很复杂的。我不否认，比如说前几年我可能不成熟，我发过一些不当的言论，但这几年我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变化了，我改变了，我有一些观点我也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发生变化。那这个人就一辈子就毁了吗？也不是吧，对不对？一个 IP 也如此这是我最想跟大家的这个叨西咕分享的，说了很多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翻篇了不说了我相信又要引起一些争论了，不说了星路同行，我们说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我做主播有史以来投入最大的一个系列投入的最大的在于什么呢？一是时间，二是精力，三是成本这个系列是我唯一所有的视频里，我做了上千个视频了，唯一一个花钱去做字幕的一个系列但是它值不值得呢？它肯定是值得的，因为它做了一个虽然很小众很小的品类，但是在这个品类下，我觉得是没有人我现在没有找到在 B 站上找到比这个星路同行系列做的更好的星露谷的这个多人联机的视频我没找到但是做这件事呢，我和崔茵费了非常非常大的精力茵也是我非常感谢的一个人，要不是因为他的帮助，这个星露谷的这个 SV 档我可能坚持不下来。我们两个属于一个互相鼓励与激励的状态谁想放弃了就不行，必须坚持那个人就推他一把，两个人就相互扶持走到了现在这个系列到目前为止已经更新8个月了，8个月什么概念？这是我历史上更新的最长了吧？这个之前正义之怒好像也没坚持8个月正义之怒当时没坚持下去，就是没有人推我一把。要是有人一直推我一把，没准正义之怒一咬牙我也做完了。但是星路同行能坚持下来，真的是两个人互相扶持我们两个人预计在1月中下旬这个系列差不多就能完结所以明年开坑。这个有很多问这个饥荒第5季的小伙伴什么时候开坑，就是这个星路同行我们两个差不多弄完了可能发没发完，但是差不多幕后的工作做的差不多做完了，我就会把这个星露谷这个饥荒的系列提上日程因为真的精力实在是很有限然后这个流程，这个视频究竟怎么做的，我把这个工作流给大家授一下，大家就明白了首先我俩得在联机，对吧？连接完了，所有的素材都压在我这儿，我得把我们2个人的素材再从头到尾过一遍以后取其精华，剪辑成一个粗剪视频。粗剪视频我返给崔茵，崔茵会给我写一个每次都是500到1000字左右的小作文就是审稿意见。有投过 SCI 经历的小伙伴就知道那个审稿意见长啥样，他的给我反馈的那个东西就长啥样然后一条一条的让我去对应的去修改和讨论我就又按照审稿意见每周被甲方爸爸 push 一次，我就鞭打一次，我在审稿修完，我再压成一个 720P 的版本
发到我们的这个星路同行的字幕组的这个群里，然后字幕组的小伙伴呢再去做字幕，再做字幕返回来，把字幕发给推音，推音再把这个我的这个改过的和他们的这个字幕啊做一遍校对啊，再总结一些还需要再优化润色的一些点啊和问题，然后再发给我，我再加这个音乐啊 BGM， 加一些特效，再加一些动画等等的，或者是一些贴图之类的东西啊，再加到这个里边，最终才成为一个完整版的视频。所以一个星路同行的视频，我最少要压3次，来回返这么多次啊！这个修改的工作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大啊！1次2次半次，1个月2个月还可以，坚持8个月，真的。有小伙伴问我最近的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最近最不喜欢的做的事情就是剪辑星路同行啊，因为星路同行的剪辑工作量和这个后期工作量真的很大啊，而且它反复来回好多次。这里边每个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分工啊。一旦哪一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有工作，我有工作，我每个人哪怕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什么原因啊，在包括字幕组的小伙伴，因为什么原因耽误了几天，后边的工作的这个压在一起，就会压缩的这个时间就越来越紧啊，到最后所有的压力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因为我要发视频啊，我必须得赶在周五晚上9点半之前把这个视频做出来，所以我就又得赶在那个时间点把我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事情都往后推，一定要确保周五晚上之前这个视频能发出来啊。所以你有很多小伙伴问我还会不会做双人联机系列了，或者多人联机系列了，我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我这辈子我的职业生涯里不会再有第二个双人系列的视频了啊，要有的都是直播回放啊，好吧？我和茵茵的2个人的共识就是啊，你很好，我们2个也很好，我们2个合作很愉快，但是请千万不要再合作了。真的2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与折磨，最大的原因在于除了这个剪辑的工作量以外我们都知道自媒体每个主播都有自己做视频的想法和思路啊，自媒体的工作者想要多人合作在一起做成一个完整的视频，要不就是后边有一个团队在支撑啊，就是这个团队下面有几个所属的 UP 啊，把他们的素材都收回来，团队怎么剪都无所谓啊，就是团队的账号发，这种形式可以。但是2个独立的自媒体的2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做视频的想法，你要想把这个视频剪辑成2个人都满意，难度是很高的。我们2个之间就是即便以我们2个的这种这个交流能力和这个沟通能力已经很顺畅了，还仍然出现过很多次交流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文字版的这个写的东西，我的理解未必跟他写的东西是一样的，或者我发出来的内容未必是他想要看到的内容，这种来回的摩擦和这个修改真的非常的多，太难了，所以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系列了。然后25年我们开坑做什么？首先25年是一个游戏大年，25年有很多火爆的大 IP 啊，但是这些 IP 我大概率都不会碰。一来是因为这个游戏的类型大多数不是我擅长的，什么动作类的这些不是我擅长的，我能不能做？我也能做，我能玩啊。这黑神话我也通关了，直播我也通了。我虽然打的不算好吧，但是你肯定说我不能说我打的很稀碎稀烂啊，那肯定不可能。但是能玩，但是不是我擅长的事情，我就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去追这个热点了。热度对于主播很重要，但是要追自己擅长的热度更好一些。所以这些小概率直播啊，大概率碰都不碰啊，就是这些游戏啊，包括那个游戏啊，包括那个游戏6我也不会，我应该大概率也不会玩的。然后25年我真正可能要做，或者说我真的很期待的游戏是这几个这3个是我真的会去考虑要去开坑的，但是未必真开啊，但是真的会考虑去开坑的啊。索拉斯塔2首先在 GTA 上它放出这个预告之后，对我来说打动就很大，它是继博德之门3之后另一个让我觉得CRPG 品类下很厉害的一个 IP 啊。卖相真的很不错啊！真的看到索拉斯塔第1代的时候，我也做过全流程的这个视频，我当时发了一个合集啊，但是流量不是很高因为那个游戏太小众太冷门了，所以但是2代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确挣了一些钱啊，他也的确在游戏上有投入，我还是很想再去尝试一下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山海迷航1代我玩了很长时间，而且那2部作品我都玩了，我直播还玩，我私下也玩啊。这个山海迷航我很喜欢，但是由于它是第一人称的啊，而且由于我玩的
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它是个老游戏了，我就没开视频啊，我一直比较遗憾。但是如果是海绵号出2的，它的品质只要跟第1代能保持一致，我就肯定会开视频的啊。这是山海迷航。然后另一个我比较想玩的游戏是这个双人成行这个工作室做的新作，但是这个肯定是直播啊，肯定做不了视频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后边的这几个呢，都是我很感兴趣啊，出了会去玩一玩试试看。但是能不能做视频都得看情况的这些啊。杀戮尖塔1代我没玩过，但是这个游戏的 IP 太有名了，而且我们现在所有的肉鸽游戏或多或少爬塔游戏都受它的影响啊，所以我2代肯定会去试一试啊。然后一个天国拯救2，这个也是一个大 IP 了，算是一个比较热的 IP 啊。但是1代我同样也没玩过，由于它是第一人称的游戏，除非我特别喜欢，否则我基本上还是能不碰就不碰啊，没必要让自己难受着玩，对吧？难受着玩这多恶心。所以除非它特别好玩，所以天国拯救2我会考虑一下。然后另外2个呢就比较冷门了，一个就是这个11比特的这个多重人生，这个预告片我看了，真的还是挺打动我的。它以这种多个人物之间都是自己的这种相互交流的这种感觉的方式在呈现。这个游戏会做成什么样，我还是很好奇的。这个拍成电影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好拍啊。做成游戏，我觉得肯定很难做。它要是真能做成，的确应该会很有意思啊。如果做不成，也很可能，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个角度太新颖了，太新奇了。然后光与影34号远征队呢，算是比较冷门的一个游戏吧。但是这个游戏比较打动我的是一是它的画风，二是它的这种回合制玩法，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回合制的游戏的，所以我应该也会去关注一下。这就是2025年的一些新游。那总结下来呢，2025年我的开坑计划啊，首先饥荒第5季说了是在星路通行做的差不多了，1月中下旬开坑啊。然后就是文明7我铁定会开的，文明6是去年1期都没做啊，是我的遗憾。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被文明7抢了很多的热，文明7我做了2期这个前瞻类的视频，我后边还会再持续的关注文明7。文明7首发我就会开始做啊，跟文明6我玩了很长时间再做不一样，文明7我会首发我就开始做，这是我明年主推的一个系列啊。文明7啊，肯定要做的。然后就是补上我们的漫漫长夜啊，漫漫长夜现在沙盒模式已经算是做完了啊，我也会把它补上的。然后新安游戏备选也说了，然后后边的这些真的就是有生之年，其中有生之年的第一优先级是我最先会在其他的工作都排完，这个没问题了的前提下啊，就会有时间就会抽时间去准备的，在第一优先级里。第二优先级里就是连新建文件夹还没建的啊，慢慢这无从业去等，这不知道啥时候呢但是也说不准哪一天就突然很想玩，自己就玩了，也就开了，也有可能，小概率啊。第3优先级呢，就是它要不就没做完，要不就还没发售啊。但是出了，我一定会先去体验一下啊。就太无绘卷的这个我都说了多少年我要做它，但是茄子真的是太能更新了。我真的是头一次，我真的佩服这样的一个游戏制作者啊，他真的头一次见到这样一个人，都这快10年了吧，就在这一个游戏里，他也不开新作，他就不停的去完善这一个游戏啊。这个真的是一种工匠精神，这绝对是一种工匠精神，他绝对不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啊！任何人都不能说茄子以盈利为目标，他赚了他的第一桶金，就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资金的自由了之后，他就一直在扎在这里。但是他对于这个游戏公司的运营和维护肯定是不利的。我特别担心他的工作室哪天就倒闭了，因为这太无绘卷。你不可能靠着一个游戏，当然他又不是这个泰拉瑞亚或者是星露谷这样的这么叫做的 IP， 能就靠着这一个你说够吃一辈子也行。那他无绘卷我真的觉得还没到这个程度啊，他别到啥后边卖不出去了就不行了。我真的在等待他的最终版，他能不能有一个最终版做完，我真的很期待啊。然后上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就说完了。好 ，Q&A 环节呢，我今年把这个动态里的一些评论呢，我摘出来了啊，我分成了几块去讲，因为一个念呢，实在是有点那个啥啊，我们就分成几块来讲。首先开坑咨询项的啊，这个大多数的答案我们都已经在前面的这个地方已经给大家解答过了啊，有几个少数的我们格外说一下。突破式天际线2我没考虑过啊，我对于堵车这件事深恶痛绝，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题材啊，所以我没碰啊，我不想玩啊。然后开放世界类的会不会玩？会玩，我挺爱玩开放世界类的，像之前老头环不也是开放世界类的吗？我也挺爱玩的。
但是这种类型的游戏真的很难做视频啊，尤其是做攻略，太难做了啊。这种视频呢，一般来说就是抢热度或者是抢首发啊，越发的越早就越有热度就越好哈。这个太不适合我这种工作模式的主播了，所以我挺爱玩的，但是我没办法做视频啊，这是我的回答。然后江辉之前也说了啊，饥荒不开连击坑也说了。武侠类的虽然这个古龙风云录这个品类失败了，但是武侠类的我真的有考虑啊。但是近2年比较好的国产武侠 IP， 比如说一剑风云决，比如说大侠立志传啊，其实都挺好的。但是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它的深度啊，总没达到我想要做的深度。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古龙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整套古龙的文案去做背书，我能去丰富的内容真的很多啊。我单纯只是为一个游戏做这个武侠游戏的攻略，我觉得。我的这个激情或者是热情度没有那么高啊，我更想做的是那种有宏大世界观，像《博德之门3》的那种的这种感觉的这种RPG 类的游戏啊，我觉得这种更有代入感，是我更喜欢去寻找的一种题材啊。所以武侠的 IP 呢，我没放弃，但是我没有找到合适我入手开始的一个系列啊。文明7会做的杀戮尖塔，我自己也是个萌新，叫不了学啊。矮人要塞的画面实在是太古老了，我没有玩不进去啊，所以我也做不了啊。这些就算是其他的都已经回答到了，涵盖到了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相对比较沉重了，就属于人生迷茫向的啊。总结起来呢，这些小伙伴的问题呢，其实就是2个字啊，迷茫啊，不知道对未来该怎么选啊，以及不知道自己之后该怎么办啊，以及在有些事情不得不做的时候就很难受、很难熬的这种心理状态，都是这种啊。我想分享的一个点呢，首先，这个当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迷茫的时候，那意味着这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这是整个大环境所带来的一个综合性的效应。所以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去贬低自己，或者是看不到希望啊。这个有小伙伴说看不到希望，这个就严重了啊。这个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这是首先，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个人觉得迷茫或者是找不到方向是每个人人生所经历的必然阶段。有的人会在这个阶段上反复几次，有的人会在这个阶段上沉迷很长时间。但无论是怎么样啊，在哪一个时间点发生，每个人一定会拥有一个这样的阶段，这是一个拥有独立思考和自主思考能力的人所必然面对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开始逐渐的在你身上汇聚的一个点啊。说的最简单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多数人发生这个迷茫都是在毕业，或者是更早一点，有的人思考的更早，会在选专业，在刚入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迷茫。原因就在于你的理想，你的整个的这个童年的教育带给你的都是理想主义的塑造，你理论上什么样的人更好，什么样的人会成功，但是到实际上当你这样实操这件事的时候，这个理论和现实的碰撞带来的这种迷茫，那这种迷茫没有解，无解，这种成长的迷茫是无解的，每个人必须自己去经历这件事儿，你经历过了，迈过去了，你就自然就而然的成熟了。就像有的话说，你过了一夜突然就长大了，这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的事，你突然就想通了。在你没想通之前，别人说什么，其实可能对你的帮助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能给大家给这些迷茫的人的两条建议，就是第一个建议就是在你还有选择权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格外的珍惜你的选择权，因为有选择权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儿。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有一定人生阅历的小伙伴理解不了这件事儿哈，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他很多时候不是在做选择，他是在权衡利弊，他是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向，而不是他自己主观上喜欢这么干。就拿我来举例啊，拿我自己最简单我来举例，我也迷茫过。我迷茫的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我刚开始读博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并没有那么喜欢做科研，我不讨厌。这件事儿我讨不讨厌？我不讨厌。我擅不擅长？我还可以啊，我不能说特别擅长，但是我还可以，我能做的还可以能做到80分以上。但是你说我很喜欢这件事吗？肯定明显没有做视频来的更喜欢，因为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能有精力时间都压下去做视频了，一定是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我很喜欢做视频，我很喜欢跟大家交流。所以做科研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并不是很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很迷茫，我觉得我要之后未来我要做一个我并不是很喜欢的工作，我感到迷茫，所以我在我研一的时候曾经非常严肃认真的跟我所有身边的小伙伴去讨论过，我要不要 quit，
我要不要放弃读博，我曾经很认真的去讨论过这件事儿。但是还是那句话，沉没成本啊。因为我当时本科的专业也稀碎了，我本科我告诉你，生化环材的天坑我基本都踩遍了。我本科的专业是环境专业啊，所以环境专业的本科毕业的女性啊，这个几个加持在一起，就让我看不到就业前景啊，看不到一个好的就业前景。再加上我当时已经读了1年研究生了啊，读了起码有快1年的时间的这个研究生，在那个时间点去 quit 啊，放弃了我好不容易拿到的保研资格 quit 再去人才市场上以一个非应届本科生的身份去找工作，这个沉没成本太大了。所以当时我趋利避害选择了把博士读完啊，所以当时我是没有选择权的啊，对我来说当时是没有选择权的。但是当我在我有选择权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去珍视这件事儿啊。我有选择权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我保研的时候，我去选择我去哪个地方去读研啊，这个时候我是有选择权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特别的珍视这件事儿，因为我当时不明白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在哪里啊，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中科院。中科院最大的好处在于，我从本科毕业之后我就没要过家里的1毛钱，因为中科院当时可以给研究生非常高的薪资。我当时记得我读博的时候能每个月拿到6、7千的啊，这个生活费啊，就当时到我手上不扣税的啊，这个钱啊，这个就这么多啊，所以我就可以不要家里1毛钱。我当时就被这件事情所深深的吸引，一叶障目啊，就从而就走了科研的这条路。但是走下来呢，即便走到现在，你说我后悔吗？我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后悔啊，就是因为当时对我来说趋利避害的选择我已经做过选择了，趋利避害的这个决定啊，我已经自己评判过了，我觉得这个路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利的一条路，所以你说后悔吗？也不至于后悔。那当时走了另外一条路，可能还不如现在，对吧？这个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选择，但是你珍视你的人生中每一个选择啊。我能给大家想到的比较重要的这个选择点，一个就是高考，你考哪个大学，你选哪个城市。你一定要明白，你选的这个城市80%的概率会是你之后待的一个城市，这个很重要。很多小伙伴不在意这件事儿啊，只是想赶紧脱离高中的这个高考的这个阶段就好了。有很多人没在意这事儿，以及你学什么专业啊？本科的专业的确它不是能定死一个人的，但是这个专业对于一个人的塑造和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还选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你本科之后，你究竟是读研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究竟工作也好，你的第一份工作。你的研究生读哪儿？你选哪一个导师？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的研究生导师能为你节省最少5年的奋斗时间，这我都不夸张，毫不夸张啊！你去一个不好的导师那里，你吭哧憋肚5年读博，发不出一篇 SCI； 你去一个好导师那里，你在成体系的这个工作的培训、科研的系统下培训下，你可能5年能发上3、5篇啊，top 级的 SCI， 这不是？高下立判吗？在这个选择的当口，可能这2个导师都是要你的，你根本就没有区分出来哪一个有区别啊。所以在你有选择的时候，珍视你的选择啊，这是我对于迷茫的小伙伴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你这段时间迷茫没关系，你给你这个迷茫的这个阶段定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比如说我现在啊，这个面临着到底是考研还是去读公务员啊，还是考公务员，还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我很迷茫。那我先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我的这个阶段性目标包括我究竟我的目的是啥？我未来人生的目的是啥？你先想好你自己的目的是啥。我如果是为了挣钱。公务员首先他不挣钱，他只是这个福利待遇好，他只是稳定，他只是有这些隐性的东西，他肯定算不上一个非常挣钱的职业啊。是其次，那你说我只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啊，那我觉得考公的确还是目前为止啊，即便现在压力很大，这个比例数字很夸张，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考公，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工作，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是稳定是不是就一定是好的？你说我的工作稳定吗？我的工作也稳定，但是我也有压力，我也有业绩点，我也要考核，我每年也考核啊。这就没有压力的工作，在这个现如今的社会里就不存在啊。压根就不存在，只要你不是这个家里这个财富自由了，你不需要为生计而努力，所有的人都面临着这个压力啊，这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定阶段性的小目标，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只是想过渡，我目标是非想上到我理想中的大学，我有一个理想中的导师，我一定要读他的研啊，我就只是想找这段时间过渡。你明确了你的目标之后，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啊，就为着这个目标无论如何努力下去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呢，可能说是想不到这么多，我就只是想挣钱。我想，比如说，那你如果只是想挣钱的话，你就给自己定下，我就想这个5年之内买一个小小的房子，或者是我就想2年之内给自己换一个这个电动小汽车啊，这怎么样的这个目标，你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然后往自己的方向去努力，是解决迷茫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手段啊。这是我对第二部分的一个小伙伴的一些建议吧，也不能说有用啊，但就是我尽力了啊，我尽力了帮你们去以我过来人的经历去分析啊。然后第三部分的这个小伙伴们提的问题，主要就是关于我自身的，我是如何惯性时间管理、精力管理，我如何来维持一个高的这个强的这样的一个热爱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点的啊。以时间管理我前面已经说了啊，我的时间表我已经晒出来了，这个已经很细很细了。这个没有办法更细了，这个部分就不打了。然后关于兴趣，我会不会对于玩游戏这件事厌倦？肯定会，我有阳痿期啊，我也有玩不下去的时候，我也肯定会厌倦，我也厌倦。但是什么让我不要停下来，让我坚持下去了？答案很简单，就是你们啊，就是你们啊，是你们不断的在后面催着我，我成天后边都有10几个小鞭子在打着你啊，说你怎么还不更新？下一期在哪里？什么什么系列？什么时候更？这些声音啊，这些我看见的这些种种声音，就是我坚持下去和我维持的一个最最根本的原动力啊，就是这些啊。所以你们说的每一句话真的是对于主播是有用的，可能他没有回复你，但是他只要他看到了，只要他看，对他来说真的就很有用。你们的鼓励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有喜欢的主播，多去鼓励他吧，因为你们的鼓励可能就是他一直还留在 B 站，还在不断发视频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然后会不会累？会累，真的很累。我今年明显感觉到的就是白头发多了好多，我真的白头发多了好多。我前几年还晒过一些照片，当时还没有白头发，对吧？这几年不晒了，因为我这几年白头发真的长了很多。但是这个付出值不值得？我个人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在这中间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啊。这也是一个怎么说，这2种工作在我身上的汇聚带来的一个 battle 的过程。因为做科研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成就感很低的一个工作啊，它是属于90%的时间都在失败，10%的时间才成功的那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而在这10%的成功里呢，你又面临着很高的这个压力和 KPI。你说你发了一个很高水平的10分的文章，你高不高兴？你高兴。但是由于你这个文章已经伴随你啊，在它种种的前面的做实验的过程、改的过程，伴随你好几年了啊，这好几年里已经消磨掉了它最后的成果的这一下子的快乐的冲击，所以它带来的正反馈是非常非常的低的。而当主播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正反馈很高的一个职业，因为大家实时的在跟你互动，你的视频反响好不好，有没有人爱看，这个东西实打实的就会反映在数据上。大家喜不喜欢就会在评论和弹幕区表达出来自己的观点，也不会管你，也不 care 你到底爱不爱听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正反馈很高啊，所以这2个工作给我带来的这种冲击感就很大，这也是我能够不停的坚持下来的原因。因为我在另外一个工作上带来的正反馈太少了，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正反馈很高的工作，所以我不断的让自己坚持了下来啊。但是你说让问我真正的干货的经验啊，如何来坚持下来，累了怎么办啊的这个秘诀是什么？秘诀1，规律的作息啊，这个我已经分享了很多年了，规律的作息真的很重要。这个规律的作息带给了你一个惯性，这个惯性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它就可以让你持续性的保持这个节奏走下去啊。所以规律的作息很重要。然后就是每日的计划、每年的计划，甚至人生的计划。我的每日计划啊，细到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哪期视频剪出来，我明天一定要把哪一个视频的流程给确定下来啊，等等的这些，我每一天的细致的这个流程，我都会在脑海中想好。年度计划，我今年一定要完成哪些坑，对吧？我年度计划每年都会在我的年终总结里挖下来，大家都说我挖坑啊，年度计划我都会定下来。那今年的没完成，我焦不焦虑？我也焦虑啊！我为了完成这个，我得抓紧啊！我就会不断的 push 自己往前啊，就是让你在有疲惫的同时，也让你往前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就是人生计划，我有人生计划。我的人生计划，当我达到100万粉丝的时候，我就在 B 站退休。我是这么想的，100万粉丝的时候我就退休啊！大家可千万别为这个事取关哈，求了啊！因为这对我来说是那个 B 站发的那个100万粉丝的那个小牌牌，算是我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目标啊，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我想要那个东西啊，所以100万粉丝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另外一个计划就是。我从小就有小伙伴问我，就是从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梦想？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当
这个在哪儿？在后边的一个问题啊，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主播和当老师？其实我这个我都没想过。我最小的时候，我想的一个梦想，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店啊。我真的很想当老板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有这种想法，我就很想开一家自己的店。小时候想过这家店是一个小卖部，长大了一点想过想开一个小超市，再大了以后想开一个小咖啡店。我现在想开一个桌游和这个咖啡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性的这样的一个小店啊，这样的场所，我就一直很想有这样的一件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实现这个人生目标，但这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小店，我想每天去经营它，去打扮它，去看着有这个熙熙攘攘的人来，有熙熙攘攘的人走，看着别人的生活从我的生活中流淌的这种感觉，我很向往这个生活。所以你问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想开个小店。这是我的人生计划。再来展开说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个保持精力的秘诀和充分休息的秘诀，就是能睡的时候就睡一会儿啊，这是我的秘诀。通勤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稍微的睡一会儿，我就会睡一会儿，或者是午休的时候，或者是中间实在疲惫的时候，能睡一会儿就睡一会儿，是我保持精力的秘诀。然后，这个笑笑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主播所面临的，或者是一个做很多游戏的主播所不得不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主播可能是某一种游戏很擅长，或者是某一两个游戏很擅长，他就一直只做这一个游戏。那这种主播呢，他的好处是垂度很高啊，他的粉丝粘性很好，然后他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流量和数据都很不错。但是他的问题和瓶颈在于他的这个深度有限啊，这一个游戏能挖掘的东西，即便他再厉害，这个游戏再厉害，他终究是题材是有限的。那么他在拓展其他游戏的时候，他会受到的这个阻力就会比较大。那另一种就像我这种啊，这个很多游戏都会玩一玩，但是呢又没有说是特别只专注于某一个大型的系列。但是对于某一些大型的这个游戏呢，我又会做很多个系列的视频。那这样就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当这些大型的游戏更新了的时候，出新的 DLC 的时候，我要不要回坑？我要不要回去做一个全新的系列啊？这是我一直以来职业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啊。那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我的选择就像是这个就规划我的整个的人生目标或者是年度计划一样，我首先要定一个计划和目标。首先这个游戏更新的内容值不值得我回去再为它做一个系列，我会有一个评判。那如果值得，那我会把它排在我的这个计划目标中的一个时间段上。那在这个时间段上，无论更新了多么多的好的这个其他的游戏，我也要挤出这个时间来为它来做一部分的内容。这就是我不就是来权衡这件事的。就比如说今年出的这个戴森球计划，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好游戏吗？我知道，但是我拖了好多年啊，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把它排在一个这个有我自己的排序的位置，它在这个排序的位置一定要出现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出现啊。这就是我对于这样的事情的一个目前的做法。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无论怎样都是有限的，所以没办法，只能自己做取舍。有些时候我可能会很遗憾，比如说有些很有热度的游戏，我当时错过了，我放过了，我可能会很遗憾，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人没有办法什么都要。还是那句话，你只能选择一些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留下来，没有办法什么都要啊。就是我解决这个事情的思路。然后后边就是一些个人项的啊，我会挑几个来回答，我不能全都打。然后会不会被周围的同事学生认出来？已经认出来了。所以坦白说，有些话我不能说得很深，比如说关于科研的话，为什么我说我要去做成充电视频，原因也在这里啊。因为会有一些我的同事和学生看到这个视频的，所以有些东西不能在外面不能说，这是教师的属性限制你的，你就不能说，你没法说啊，你就只能私下里啊告诉大家这干货就完了啊。这个东西是会认出来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食物芝士蛋糕啊，最不喜欢的食物哇，炒熟的西红柿的皮啊，炒不熟的西红柿的皮是我最不喜欢的食物。然后这个关于保养的问题啊，我还是坚持每周最少运动一次啊，但是每天陪猫玩大概是我的运动的这个运动量的极致体现了。每天要跟我家主子两个人要玩一玩，不玩的话晚上他俩会闹啊，所以要玩一玩的啊，所以的确这个要注意自己的颈椎和腰椎的这个损伤的问题啊。然后幕后的工作就很像是我做文献调研的工作。他问《博德之门3》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其实晒过这个啊，我博德之门3当时就是扒了很多的这个论坛啊，去找一些这个文字的版的资料也好呀，或者是图文的资料也好呀，然后在视频里给大家讲故事，所以我很 enjoy 这个系列的这个讲故事的这个过程啊，我还想去重现这个东西，还没有实现得了啊，所以我平常的幕后工作就是就很像我的科研工作啊，文献调研，然后调研完汇总变成自己的语言，然后再讲给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刚才说过了，我是短发不是，我是长发啊。然后我最喜欢24年最喜欢游戏有2款吧。悟空我真的挺喜欢的，虽然它的因为种种的原因让我很不痛快，但是悟空我真的玩的挺爽的啊。还有就是背包乱斗是我今年最喜欢的游戏啊。然后晚上跟猫猫一起睡，是的，它会睡在我的枕头上。然后会养第3只猫吗？不会了，因为虾米和虾玩足够了啊，我不想再去分散我的爱了，我的爱很有限啊，不能再分给第3只猫了。长视频越来越做，会坚持下去吗？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愿意持续的支持，是我坚持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动力啊。无论是评论的支持、弹幕的支持、观看的支持、充电的支持、打赏的支持，甚至对于我上单视频的那些互动的支持啊，都是支持我的方式。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所以我会尽量的坚持。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好吧？猫毛是怎么处理的？每天要吸一次啊。床上我用的这个吸尘器是石头的。床上的吸尘器石头的，然后扫地机器人也是石头的，要吸一次，然后衣服我已经放弃了，衣服真的很难，尤其是冬天的衣服啊，这个毛是怎么处理都处理不干净的，我已经放弃了，然后地上要这个勤打扫勤吸啊，每天都要吸才行，一旦有时间不吸，它就会积累很多啊。然后这些就是我觉得可以独立作为话题之后，我考虑要不要开一个充电的专栏的一些课题啊。就是给研究生们的建议也好呀，如何国自然，如何 SCI 啊，甚至关于一些30加女性的一些独立思考的独立的话题啊，我都想过啊，但是真的是精力有限，我现在已经很紧了，我要写这个文案，我估计要准备好长时间，我没下定决心啊，再看吧啊。今年的科研突破说了，我发了2篇1区啊，但是明年的确没什么东西，明年目前还看不到有东西啊，所以挺难的，我也挺难的啊。好，就是这样了啊。好的，感谢大家啊！再次感谢大家在我的这个陪伴啊，挚爱陪伴这里留下了你的这个截图啊，真的感谢大家能成为大家的挚爱 UP 主啊！2025年我们继续冲吧，我们明年再见啦，大家拜拜喽！